耶！我們we back。我們今天要問一個黃承浩一個大逆不道的話，就是我們其實有跟很多就是相關的各组別的人员聊过劇本這件事情。OK， 那因為可能是我們對於你，就是我阿金的 core member 這件事情，對於你的關係來說太近了，所以你可能有的時候只要講1，我們就能夠知道2、3、4是什麼。所以你自然講5的時候，我們會很合理的覺得那個5就是正常的。但我們這次跟很多專業的团隊，或是跟一些比較具規模性的团隊合作的時候，他們常常在問你2、3、4，那你會不會覺得他們很靠腰？我覺得他就是一個那個 ID， 我覺得你問這個話對別人比較大。沒有，我覺得他是個 IDGK 啦，I don't give a fuck。啊，小巨幫我救救我們這段好像不能用了。如果你不喜歡你現在的生活，那麼為什麼還要用餘生來度過？嗨，你好，我是 Kim 黃承浩。你可能不認識我，但我早就已經認識你了。你就是1019天前的我，而我們只花了1019天，就從一個素人走上小巨蛋的舞台了。如果人生可以再活一次，你會怎麼活？你會不會用盡全力？你會不會願意打破所有的不確定，勇往直前？還是你依然會選擇重複現在的人生，讓餘生就這樣慢慢過去？我不想，我沒有辦法接受自己心中的那朵希望之花凋零，我更沒有辦法接受我的人生僅僅只有如此。所以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你需要什麼樣的證明，才會相信自己其實擁有無限可能？如果你正在等待一個人、一個團隊、一個故事來替你證明這件事，那麼我們在這，我們替自己，也替你們打造了火星計劃。一個從不可能走向可能的故事，一個重新相信自己的故事，一個由你親手寫下的全新人生故事。如果你已經準備好向過去的自己告別，現在此刻為你自己買下一張重生的門票。我是 Kim 黃承浩，2026 7月1號台北小巨蛋，拿回你能看見未來的人生劇本。我就是這樣子的，因為我跟了整個全部的排練嘛。哇，果然是小金魚啊！我跟整個排練，那我其實當下我是覺得我看起來，我覺得整個壓力很大的。我覺得他壓力大有2個，第一個壓力大就是，如果大家有看我們前面日更的影片的話，其實那個排練場是小的，對，然後還有一個鏡子嘛，那 Kim 會站在鏡子前面排練。那他面前是什麼呢？他面前就是2張桌子，然後謝導跟怡靜姐會各自坐在一個椅子上面。那他們就是用安靜的方式在看 Kim 的這一段表演。那時而看他，時而看一下劇本，時而歪着腦袋，時而皺着眉頭，時而寫筆記，這樣。那我覺得這是第一個壓力很大的，因為你不能受到他們任何影響。但你站上舞台不一樣，因為站舞台他那個面光超強，你看不到底下人。對。他幾乎等於失明，就是，而且有時候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麼，因為你进入那個对，在那个 zone 流裡面了。但你會看鏡子嗎？他們的背後是有鏡子的嗎？沒有，他們背後沒有鏡子，他們是牆壁。看我是空氣，很硬，很硬。然後我沒有表情嘛，因為我就在看着劇本做筆記嘛。對。好，那我覺得這是第一個，就是這種，我覺得有時候你在舞台上之所以比較不會那麼緊張的原因，是因為你知道台下有些人也沒有專心在聽你講話。但是這是我得罪人了。不是，就說我去演講，我就可以看到有人就是開始在滑手機啊。OK。你就知道說啊，現在有些人是飛了，但問題是你在排練的當下，全世界的人就是在你這個空間裡面，每一個人都一字一句的高度專注，且他們是會提問的。我覺得這第一個壓力。第二個壓力是什麼？第二個壓力就是，你要現場回答他們的問題。就例如說他會說，
第34頁這句話我聽不懂哎，你想表達什麼？然後我就想說，我想表達什麼？我不是寫在這裡了嗎？他那個對，那個很不容易。對，改稿真不容易。對，那你对于人家改你的稿子，你会有什麼？老實說，我就是比較只管自己，因為我現在我應該會再，也不算大改一次，我應該會再把稿子的邏輯再修過好幾回。对，因為他們就是怎麼講，我現在在把整個底鋪完，因為那天我傳個訊息給謝導，那我就跟他講說，謝導，我可不可以理解現在這個我現在這種表演狀態是一個整個表演的地板。對，所以呢，就算我現在他媽我從今天開始我睡覺睡到7月1號，如果我就這樣上，他有沒有可能這個就是一個地板定在那裡這樣？然後他說我不會形容這是一個地板，他會形容說這是一個他對我有初步的理解。然後我就想，哇操，那這個要弄到6要進排練場，5要進排練場的時候，我日子應該還很有得熬了，我覺得。我觉得這個很無止境哎，對，很無止境。而且你知道，謝導於靜姐考試總是來的非常的猝不及防。你說隨堂考是不是？對，超級隨堂考。等到你意識到這是隨堂考的時候，考試已經開始了，你沒有辦法準備。對，你要一見就進。對，然後他們的很多問題我覺得他們在調的，就是他們看完之後給 feedback， 大致就分2個面向，一個面向就是這一段話的表演形式，覺得可以更好，例如說你可以蹲下來，你可以放大你的手勢，對，你可以看後面，然後謝導會表演一次，你就會知道說原來這的確會變得更好。我覺得這是相對於比較容易理解的。那困難在第2種 feedback， 就是這一整段我們都不理解，然後他的不理解你要討論到很深，因為通常他們的不理解都不是這個字寫的不對或這個句子不通順，而是這一個底層邏輯與我們不同，所以你要花很多3分鐘可以到的地方到不了。你不要打斷小金魚精闢的講，所以你就要花更多時間去跟他解釋我的人生底層邏輯是什麼。然後我覺得這一件事情是最 tough 的，就他很類比我寫完書之後，然後你問我說為什麼第3章你要寫這個故事，我就跟你解釋就是我覺得這個很難。对对他們有對於這個對象感的一個對，我覺得兩邊要在這個點上面要有蠻多的衝撞，對，要能夠很挑戰對方原始在這件事情上面的思考，對，才有辦法造出一個好的作品，对啊，不用想象中的難蠻多的，對。那你要聽完全部的歌了嗎？昨天聽了，怎麼樣？怎麼樣？是不是？對，我昨天有問偉賊問你，剛好今天我拿來問你，怎麼樣？就到底對於一個歌手來說，在大概剩80天左右，他要練習3首新歌，是容易還不容易？素人嗎？怎麼有歌手啊？一般歌手，專業歌手啊，一般歌手大概2周就要把一首歌考起來。如果是新歌如果是考到可以表演這樣，对，就是去一邊演，然後一邊改，然后一邊唱一邊跳舞。对，跳舞一定是先夠啦。舞蹈動作一定是先開始。先練舞蹈。對，但如果因為韓團我可以理解嘛。對，就歌出來，可能 beats 出來的時候，你就已經在排舞。對，你就已經有舞了。那例如說像周董啊、蔡依林啊這種，沒有，周杰倫不一樣。周杰倫是他在寫的時候，他已經會唱啦。對，他自己創作。對啊，蔡依林的話就是那比如他唱着別人寫給他的歌的這樣狀態，大概2周要進，2周要一首歌。但因為對你不公平的原因，是因為他2周全部都在那首歌裡面，全心全意。他就是刷牙的時候都在聽那首歌，吃飯的時候在聽那首歌，然後嘴巴有東西的時候都在聽那首歌。播一下，看起来 Kim 现在沒有戴耳機在聽這首歌，這不對了。沒有，我現在不需要，不要。看到我昨天聽我女兒都會唱。Oh my god！ 好，
可以吧？我覺得這個是困難的。那我也覺得唱歌很困難，因為我覺得唱歌它是一個很立即反應的事情。整條路上你要做非常多選擇。对，例如說这個歌，你說我們現在轉彎的路上嘛，就例如說這個歌，你要你的發音要怎麼發音？然後你什麼時候要斷點？例如說昨天偉哲在教的時候，他就有說，因為前面都是一句一句的練嘛，然後到後面再練B段。對。那昨天在練的時候，偉哲就有說，就是說你可以第3個字更強調，所以它會更形成一個 style 的感覺。那我想說，你還要記這個哦？就是說我在音準跟節拍跟歌詞上，我現在得。我覺得真的只能通過大量練習，对，沒有別的。然後你就是跟練舞一樣嘛，你手要舉到哪，什麼東西動作就是持續練習就對了。其實我覺得我觉得還有一個問題，你知道嗎？什麼問題？所有各方單位給的意見，他們都是這樣認為的。比如說唱歌給我唱歌的意見，體態給我體態意見，表演給我表演意見。對，他們都認為說 ，King 你收到這個意見之後呢，接下來你的世界裡只會做我的事。對，沒錯。你們這群王八蛋！我後來因為我昨天經歷了一整天，本来要該做事嘛，早上我就體態加上我在練稿子，下午就唱歌嘛，对，这樣大概就8小時了。沒有，然後你晚上我晚上他們還創業大會，對啊，說他媽的這怎麼可能啦？所以我就說這對你來說有點不公平嘛，但沒關係，你很爭氣啊。要不是你爭氣火車，我操！要不是這件事情，我早就放棄了，對不對？你以後就叫湯姆斯火車好了，因為你很爭氣。我他媽的，這個很好笑我會為我自己驕傲，但我10年後想起耶。我們就說啊，我們覺得 Kim， 你覺得 Kim 是怎樣的？我覺得 Kim 是一個火車，為什麼？那很爭氣。我要跟海莉說，我現在要立刻錄影給海莉，我要跟海莉講。那我們要不要下一集了？我們來講一下我們最近有什麼東西可以跟大家說。好的，下一集見，拜拜。